视频里的这位非洲媳妇儿和其他黑漆漆的非洲媳妇儿不一样，她的皮肤白皙又嫩滑，眼睛闪闪发亮，睫毛扑闪扑闪的，简直就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大美女。仔细了解后发现，郭晓花是一名阿尔及利亚美女。这个地方位于北非，居民以白人为主。阿尔及利亚距离中国有9000多公里，这么遥远的距离，郭晓花是怎么成为一位中国媳妇的？她与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奇妙的缘分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。今天的主角是非洲媳妇郭晓花的中国情缘。郭晓花出生在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，这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在非洲排行第4，经济实力总体来说是很不错的。而且这个地方不像大家普遍认知下的非洲，阿尔及利亚以白人为主，所以你要是去这个地方旅游，看到的大多都是白白净净的美女帅哥。郭晓花从小成绩优异，长时间占据班里的第1名，不仅考上了不错的大学，还凭着努力考到了奥兰大学的研究生。郭晓花选择了比较难的经济管理系，作为一名理科女生，别提她的魅力有多大了。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郭晓花可是没闲着，不仅考了英语8级，她还同时学习了阿拉伯语和法语。她的法语水平达到了教授级别，这样一位美貌与实力兼具的郭晓花，大家纷纷猜测她未来的男朋友得优秀成什么样才能与她相配，又得准备多少彩礼才能把她娶进门。看到这里的朋友们一定很好奇，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美女为什么取了个名字叫郭晓花？其实是因为她找了一个中国男朋友，因此就获得了一个中国名字。郭晓花一毕业就去了一家大公司上班，老板也比较看重她，经常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她。这天，郭晓花收到一个任务，是给一个中国老板的牛皮厂办出口许可证。这种工作对她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，3下5除2就把材料收集齐全了，很快就能把许可证给办下来。而负责给郭晓花提供各种材料的就是咱们中国小伙子小郭，他正是在这个牛皮厂里工作。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所以老板对小郭也是格外看重。小郭接过这个重要的任务后，决定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，于是便联系了郭晓花所在的公司。就这样，小郭和郭晓花便有了第一次交集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小郭和郭晓花之间并没有擦出什么火花，两人谁也没跟谁说话。小郭只是觉得郭晓花的办事效率实在是太高了，不由得就给了一个5星好评。但真正看对眼的还得是第2次见面。牛皮厂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，小郭便动身前往奥兰谋职。说来也巧，就在一次和老板外出用餐时，他竟又一次与郭晓花不期而遇。这一回两人的重逢，那可真叫是天定的缘分。小郭鼓起勇气上前向郭晓花索要了联系方式。打那以后，两人便开始了日复一日的热络聊天。这聊天啊，可是让感情迅速升温的不二法门。在频繁地分享彼此日常点滴的过程中，小郭渐渐发觉自己对郭晓花的感情已然变得不同寻常。终于有一天，小郭实在憋不住对郭晓花的喜欢了，就约小花出来见面吃饭，连着约了好几次，而郭晓花每次都会来赴约。那赴约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。所以当小郭提出要不要在一起的时候，郭晓花很快就答应了，两个人也开始正式交往了。在一起之后，小郭每天都会领着郭晓花出门玩耍。他发觉郭晓花真是个贪吃的小家伙，对食物是来者不拒，一点也不挑食。特别是尝到咱们中国美食的时候，他简直吃得停不下来。看着郭晓花这么热爱中国美食，小郭心里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漂亮媳妇儿带回中国，让爸妈瞧瞧，也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。自从小郭开始拍视频后，非洲媳妇儿被同化，卫视中国新的形象吸引了不少网友，大家都好奇把郭晓花娶回家到底花了多少钱，甚至有人猜测是否需要高额彩礼。对小郭来说，他也是头一回娶个外国媳妇儿，好些个风俗习惯都不太清楚。等了解之后才发现，在阿尔及利亚，彩礼钱只要国内的1/10，男方给多少全看姑娘长得俊不俊。要是搁国内得给10万彩礼的话，那小郭就盘算着给郭晓花5万，谁让咱小花长得太出挑了。后来聊到彩礼这茬的时候，郭晓花还开玩笑说，你应该再给我5万。小郭也接了一句，那我还能娶4个老婆呢。
再给你5万，我就再娶3个媳妇儿。这句话把郭小花惹急了，她直接说：我告诉婆婆，看她抽不抽死你，你这辈子只能有我一个媳妇儿。其实有很多外国媳妇儿愿意嫁给中国小伙，是因为中国是一夫一妻制，他们特别羡慕这种夫妻关系，毕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分享给别的女人。一般在国内娶个媳妇儿，不仅要准备彩礼钱，还要准备房子和车子，这几样缺一不可。郭小花一家对房子和车子都没有什么硬性要求，对方的父母只希望这小两口能把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就行。如果将来买房需要用钱，他们也会赞助一笔。这么一看，不管怎么算，小郭都是稳赚不赔。主要是他和郭小花的感情非常深厚，这份情谊也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他肯定是想让郭小花过上幸福的好日子，总不能跟着自己受苦。商定好这些，小郭就带着郭小花回河南老家了，也带给父母长长眼。2023年6月20日，小郭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郭小花先把结婚证领了。当红本本握在手里的那刻，小郭觉得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，这辈子还能娶到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美女媳妇儿。随后，小郭就带着他漂亮的媳妇儿去感受河南原阳的独特魅力。民以食为天，小郭最先带郭小花品尝的是河南当地的南瓜。那南瓜软软糯糯的，经过高温蒸制后，散发着甜甜的诱人香气，挖一勺放在嘴里，不腻也不稀。郭小花吃完南瓜，还学着小郭说了一句：河南南瓜可好吃了。在品尝带鱼的时候，更是停不下嘴，一片片的带鱼捏在手里，每次只吃一点点，最后还能把鱼刺完整的流出来。除了吃河南美食，郭小花的河南方言也说得挺溜。她经常模仿中国婆婆说话，3两句就说到了河南话的精髓。评论区里的网友们纷纷点赞夸奖，模仿的十分到位传神，真是太有才华了。为了显得更加接地气，小郭干脆直接带着郭小花去逛了逛河南当地的集市。小花裙子往身上一穿，遮阳帽往头上一戴，然后扑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站在了马路边上，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。在中国的这几个月里，郭小花吃得开心，玩得也开心，但因为水土不服也遭了不少罪，不是流鼻血就是贴膏药，她也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把中药的魅力。郭小花简直太可爱了，她走到哪儿都能开开心心的。在买膏药的路上路过一个小公园，她站在宣传栏面前大喊：我是中国人。这样的漂亮媳妇放在谁家都会收到数不尽的喜欢，根本没有婆媳和夫妻矛盾。中国婆婆对郭小花是百般宠爱，只要儿媳妇吱一声，立马就炖上了郭小花最喜欢吃的羊排。郭小花的嘴巴像抹了蜜一样甜，几句话就把婆婆逗得开怀大笑，也舍不得让小花回阿尔及利亚了，希望小花能在中国多待些日子。俗话说得好，吃饱了不想家，但郭小花都吃胖了，还是想家。这是郭小花头一回离家去那么遥远的地方，心里头还是有点不习惯，但她又舍不得离开中国。对她来说，中国和阿尔及利亚都是她最喜欢的国家，哪一个都离不开。虽然嘴上说着想回家，但每当小郭提出要买机票回去的时候，她又拦着说多待几天。为了缓解郭小花的这种纠结，小郭又带着媳妇去品尝了不一样的中国美食，西安特色清真烧烤。小郭选了一家能坐在外面吃的烧烤店，这样也能让小花感受更深一些。在中国的这1个多月，郭小花品尝了中国美食，看了中国美景，还体验了中国式穿搭。但让小花最喜欢的还是中国快递。郭小花基本每天都要网上购物，每次取快递的时候都是一车一车的往家拉。对此，小郭感到很无奈。小花还说着，如果我们再不回阿尔及利亚，估计你马上就要破产了。小郭虽然心疼自己的钱，但看着郭小花这么喜欢待在中国，完全没有他之前的担心。按照这样的趋势，以后稳定下来还能定居河南农村。但现在2个人还年轻，小郭的事业都在阿尔及利亚，所以还是打算先去国外打拼几年，而且只是和小花领取了结婚证，还没有办婚礼。这次回阿尔及利亚顺便把婚礼一办，再租个房子置办些家具，开启2个人的幸福生活。7月17日，
小郭带着郭小花启程返回阿尔及利亚。临别之际，中国婆婆坐在沙发上，目光紧紧追随着郭小花，对这位儿媳妇的离去心中充满了万般不舍。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小郭，一定要把小花照顾好。郭小花其实也舍不得离开中国，但她不想让婆婆伤心难过，于是强颜欢笑，用开心的样子安慰着婆婆。当车子缓缓启动，渐渐驶离的时候，她的眼泪掉下来了，嘴里还念叨着，我真的舍不得，我们冬天还回不回来啊？冬天再回来吧。即使是坐在高铁上，郭小花还念叨着河南原羊以及那些在中国吃过的美食，又是烤包子、烤肉，还有那些逛过的商场。回到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顿晚饭还是在中餐厅吃的。8月5日，小郭和郭小花在阿尔及利亚举办了婚礼。这边的婚礼比较简单，郭小花的妆都是自己化的，还是自己开车去的婚礼现场。对小郭来说，郭小花就是他的中国媳妇儿，当然要穿上中国的婚纱，一袭红色的中式礼服穿在小花身上，别提有多美了。婚礼结束后，小郭就开始带着郭小花四处看房子。两个人目前没有买房的打算，就想着能租到一个满意的用来常住，而且家具也是精挑细选的。根据小郭拍摄的视频来看，他们租的房子很大，有180平，站在阳台上还能看到大海，但是房租才3500人民币一个月。但也有网友说，这个地方没有新乡繁华，看着小两口这么努力的找房子，老丈人看不过去了，直接说，我把家里的房子和财产都给你，连地皮也一并给你，大约估价2000万。面对岳父如此慷慨的举动，小郭感到受宠若惊。他非常感激岳父对他的这份信任，但他不能收下老两口辛苦攒下的房产，这是他们奋斗了一生的积蓄。即使是在阿尔及利亚，郭小花还是经常会想念中国美食，甚至出去吃饭的时候还会自带筷子。郭小花特别想念婆婆做的面条，但她又吃不到，只能自己学着做。她喊着小郭带她去菜市场采购食材，还要把她做饭的过程拍下来给婆婆看，从揉面到把面团变成面条，郭小花的每一步都让小郭赞叹，因为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。幸好做出来的面条还像模像样的，品尝起来也不错。郭小花对中国的喜爱真是让网友们赞叹，不仅主动学习做中国美食，而且对其他国家的东西嗤之以鼻。在买车的时候，郭小花对小郭选择日本车表示不满，就连吃饭时也拒绝品尝日本料理，嘴里还念念有词说这是不好的，坚决不吃。而且关于未来孩子的国籍问题，郭小花也主动表态，坚持他们的孩子必须拥有中国国籍。视频拍摄期间，郭小花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她一心盼着能生个女孩，还向广大网友发出请求，希望大家能为她腹中的宝宝起个好名字。她表示，要是自己真给孩子入了阿尔及利亚国籍，等孩子长大以后肯定会埋怨，妈妈，你这也太糊涂了。郭小花觉得，如果孩子能在中国生活成长，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，同样能够掌握技能。况且中国这么棒，要啥有啥。一眼就能看出郭小花确实是一位超级称职的中国媳妇儿，对中国的喜爱之情完全洋溢在脸上。也希望小郭能努力奋斗，早日带着郭小花和孩子回到河南老家生活。像这样人美心善的外国媳妇，中国一定会欢迎她的。你觉得呢？好了，说完大花和小花的爱情故事，南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。阿尔及利亚，一个男人可以娶4个老婆的国家。这个全球国土面积排名第10，非洲面积最大，坐拥撒哈拉沙漠84%面积的国家，正在用实力演绎什么叫低调的奢华。阿尔及利亚可以说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宝藏之国，它的天然气储量全球排名第10，是非洲最大的天然气储量国，以探明储量约为 4.5 万亿立方米，是全球第7大天然气出口国，是欧洲第3大天然气供应国，每天向欧洲输送约1亿立方米天然气，是欧洲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。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储量居世界第15位，是非洲第2大石油生产国，以探明储量约为122亿桶，石油日产量约为100万桶，其中大部分用于出口。
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占该国总出口收入的 90% 以上，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。2023年，阿尔及利亚的能源出口收入预计超过500亿美元。阿尔及利亚是非洲第4大经济体，仅次于尼日利亚、埃及和南非。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448亿美元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320美元。阿尔及利亚在沙漠中成功开辟出了765万公顷的农田，堪称奇迹。阿尔及利亚是全球重要的椰枣生产和出口国之一，每年生产超过100万吨椰枣，并大量出口至欧洲、中东和北美等地区。特别是优质的德格莱特努尔品种在全球市场上享有盛誉，被誉为椰枣中的皇后。阿尔及利亚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，水资源短缺是该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每年，且过度依赖地下水可能导致资源枯竭。阿尔及利亚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之一，每年进口粮食约500万吨。阿尔及利亚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，中小学生教育免费，大学生享受助学金和伙食补贴。阿尔及利亚实行全民免费医疗，有效缓解了民众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。那么，阿尔及利亚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被孤独星球称为地中海最后秘境的国度，详细探索它的地理人文、城市风光、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。阿尔及利亚全称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，位于非洲西北部，北临地中海，东接突尼斯和利比亚，南接尼日尔、马里和毛里塔尼亚，西与摩洛哥、西撒哈拉交界，国土面积约为238万平方公里，居非洲各国、地中海各国、阿拉伯国家之冠，是全球第10大国。截至2023年，人口超过4560万，阿拉伯人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，比例接近 80%， 博拜尔人约占总人口的 20%， 主要集中在该国的山区，特别是卡比里地区。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、塔马兹特语、通用法语。伊斯兰教为国教，居民中穆斯林约占 99%， 属逊尼派，首都为阿尔及尔。阿尔及尔不仅是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，也是该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人口已超过376万。这座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，拥有优美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。室内建筑多呈白色，因此得名白色之城。阿尔及尔的卡斯巴老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，以其狭窄的巷道、古老的建筑、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。此外，阿尔及尔还拥有许多现代化的建筑和设施，如非洲最高的宣礼塔、贾马埃尔贾扎伊尔清真寺，其尖塔高达265米，是阿尔及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奥兰又称瓦赫兰，是阿尔及利亚第2大城市、海港以及奥兰省首府，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，位于地中海沿岸，被誉为阿尔及利亚的西部首都。这座城市以其独特的音乐文化而闻名，是雷音音乐的发源地。雷音音乐是一种融合了阿拉伯、柏柏尔、非洲元素的音乐形式，已经影响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。市内有圣克鲁斯堡前西班牙总督府、18世纪的清真寺等历史遗迹，以及1965年创办的瓦赫兰大学等现代文化设施。这些景点共同构成了奥兰独特的城市风貌。康斯坦丁又称君士坦丁，是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座重要城市，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、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著称。康斯坦丁位于陡峭的悬崖之上，下方是鲁梅尔河的河谷，新城则坐落在河谷对面，桥梁成为连接新旧城的交通要道。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康斯坦丁被誉为悬崖之城、桥梁之城。康斯坦丁的老城区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和街道，让人仿佛穿越到了过去的时光。阿尔及利亚是一个自然与人文景观兼具的宝藏之国，除了壮丽的城市风光，也有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。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热沙漠，横跨北非多个国家，总面积约932万平方千米，同时也是阿尔及利亚最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之一。
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占据了阿尔及利亚国土的 84%， 是地球上最神秘、最壮观的自然奇观之一。在撒哈拉沙漠中，你可以看到连绵不绝的沙丘、神秘的绿洲和古老的岩画等。其中，塔西里纳杰尔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岩画和砂岩地貌闻名，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，保存了超过15000幅史前岩画和雕刻。这里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，也是徒步和探险爱好者的天堂。此外，撒哈拉沙漠还是观星爱好者的天堂。夜晚的星空璀璨如钻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银河之中。阿特拉斯山脉是阿尔及利亚境内的一条重要山脉，横贯南北约2000公里。这座山脉以其壮丽的山景、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文化景观而闻名。在阿特拉斯山脉中，你可以看到高耸入云的山峰、幽深的峡谷和茂密的森林等。此外，山脉中还隐藏着许多古老的村庄和城镇，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、独特的民族文化。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沿岸拥有长达1200公里的海岸线，丰富的海洋资源，如安纳巴、贝贾亚的海滩风景如画。这里的海水清澈碧蓝，沙滩细腻柔软，是休闲度假和水上运动的理想场所。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，你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美食，欣赏到独特的建筑风格，感受到浓厚的地中海文化氛围。阿尔及利亚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，沙漠广布，沿海有狭窄的平原，地势特征为西北部和东南部高，中间低。阿尔及利亚的气候类型多样，主要受其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的影响。北部沿海地区属地中海气候，中部为热带草原气候，南部为热带沙漠气候。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代文明。早在公元前3世纪，阿尔及利亚地区就建立了白博尔王国，当时居民主要是白博尔人的一支努米底亚人。公元前146年，阿尔及利亚成为古罗马的行省。此后，罗马人在该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统治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古罗马遗迹，如提姆加德古城、贝尼、哈马姆石窟教堂等。702年，阿拉伯人征服了阿尔及利亚，派驻总督强征贡物。8世纪初，大量阿拉伯移民同当地博巴尔人融合，伊斯兰教广为传播。16世纪，阿尔及利亚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。不过，阿尔及利亚虽然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，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军事封建国家。1830年，法国侵占阿尔及尔，随后逐步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全境。这一时期，阿尔及利亚人民展开了长期的反抗法国侵略的武装斗争。1905载，阿尔及利亚全部沦为法国殖民地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推行种族歧视、民族压迫政策，引起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强烈不满。20世纪初，阿尔及利亚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开始出现。经过长期的斗争，1962年3月，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与独立的权利。同年7月3日，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布独立。独立后，阿尔及利亚政府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。目前，阿尔及利亚已成为非洲重要的经济体之一，石油与天然气是其国民经济的支柱。阿尔及利亚这个北非的璀璨明珠，以其广袤的国土、丰富的自然资源、独特的文化魅力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与神秘，领略到多元文化的魅力与交融，更可以见证一个古老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崛起与变革。如果有机会，你是否渴望踏上这片融合了古老文明与现代活力的土地，亲自去探索阿尔及利亚的无限魅力呢？运气好的话，可能还能遇见一个像小花一样的大美女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